vivo X300标准版体验怎么样？这期视频为你们带来一个比较详细的体验。看到大家对这一次 vivo X300的标准版的2亿像素实际作用存在疑问。高像素毕竟会增加性能方面的运算。那 vivo X300标准版的相机配置方面呢，主摄采用了一颗三星2亿像素的镜头，广角和潜望长焦呢均采用了5000万像素，长焦呢支持了70毫米等效焦距的光学焦段。在日常拍照体验方面呢，相机默认采用的是1200万像素，那拍照速度不会有什么影响。相机顶部有一个高像素开关，那这里有5000万或者2亿像素的选项。当你选择5000万像素的时候支持了0.6到3倍之间的切换。每次按快门的时候呢，会转3秒钟的这个圈圈之后才可以继续拍照。人像模式下也是支持了5000万像素，但是无法开启 AI 或者实况照片。开启2亿像素拍照后呢，大概也是转3到4秒的圈圈就能完成储存一张照片。人像模式下也是支持了2亿像素的拍照在拍照状态下的2倍以及人像模式下的35毫米和50毫米这个焦段呢，其实是用了这颗2亿像素的主摄进行了裁切。那我们的节目主要是功能体验为主，所以拍照样张主要是体现功能可用性的一个参考。首先主摄采用的2亿像素的体验我也和同样是2亿像素的三星 Galaxy S25 Ultra 进行对比。白天的照片属于各有各的风格 ，vivo X300的色彩更丰富，那三星看起来更加寡淡，而夜景样张给你们带来一个参考。在人像模式下，顶部有一个 AI 视效的功能，那右边呢多了一个构图矫正和路人消除，但是每次拍完后需要云端进行一个处理。而3倍以上的这个混合长焦呢，就是类似于实拍加 AI 算出来的照片。在相机设置里面，也对长焦方面的运算加入了一个增强选项，一个是普通增强，一个是极致增强。实测在夜晚拍照时呢，还是能够有明显的感觉到极致增强的 AI 痕迹更重一些。而日常拍照体验方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实拍的样张。vivo X300支持的长焦微距，可以拍摄一些微观世界的照片。录像方面 ，vivo X300支持了最高4K 120帧的最高视频录制，而在这一次人像录制过程中加入了4K 60帧的风格包。拍摄完毕后呢，也需要联网对视频的画面进行 AI 的修复。而这一次美颜功能方面呢，支持了 AI 定制美颜。那这项功能呢，其实就是利用了本地大模型加美颜算法的一个结合，也就是上传你10张以上的照片，而且需要多个角度。那这个过程呢，就是你个人形象的一个模型训练。而传完后呢，就会产生一个专属的美颜效果可以调整了。目前有自然、淡妆和精修3个效果。实际来看呢，这项功能就省去了每一次我们调整各样参数的过程。不过我觉得接下来在本地算力可行的情况下呢，完全可以加入批量美颜的这个功能。那今年的标准版呢，就是冲着去年的迷你大小做的，6.3英寸的直屏，金属中光，玻璃后盖。那摄像头呢，采用了这种葫芦的梯形，过渡呢很自然。那这种设计在视觉上呢，你会觉得摄像头是从机身延伸出来的一部分。因为整个手机非常的小，所以握持的时候呢，无论是裸机还是佩戴手机壳，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所以小屏幕属于喜欢的就会特别喜欢。那正面呢，来自京东方 Q10 Plus 的屏幕，而随着 Orange OS 6.0的升级，系统呢加入了丰富的护眼功能，包括 AI 疏眼模式，会根据视觉带来类似于低蓝光的模式，而且全高频 PM 调光开关也搬出来了。vivo X300呢支持2160赫兹的高频 PM 调光加 DC 调光，同时呢在行车时可以开启运动视觉辅助。那这项功能呢，根据车行驶的时候带来的这种随动的圆点，从而减缓观看手机的这个晕车的感受。那实测呢，对于轻度晕车用户确实有点用。而这个标准版呢，也是加入超声波的这个指纹解锁，实测速度非常快，也是支持了失手解锁。硬件配置方面呢，搭载了联发科天玑9500处理器加 V3 加影像芯片。前面体验过的人像录制功能其实就是通过这颗影像芯片带来的。我也分别进行了一局王者荣耀和30分钟120帧插帧的原神游戏测试，帧率图作为测试后的参考。同时呢，原神游戏后的这个温度大家可以看图参考。这一次搭载的 Orange OS 6.0系统呢，整体流畅性带来了一些提升，并且动画也是做了比较 Q 弹。那前几天我也做了一期关于系统的一个大体的体验内容了。而这一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功能就是通过摇一摇组群分享文件，那过程很优雅，结果也挺方便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之前呢系统的爱主题之类的名称呢，全部就进行了名称的调整。而通过天玑9500的 AI 提升也让 vivo X300的端侧 AI 有了很多的提升。目前来看呢，比如 AI 修图也可以不依赖网络，你就可以在坐飞机离线的时候修图了。打电话的时候呢，端侧 AI 的翻译呢也不再依赖网络来进行翻译了。不过目前体验中呢，vivo X300在实时拍摄过程中，大部分功能呢还是使用云端进行了处理的。电池呢
呢采用的是6040毫安时的电池，90瓦的有线快充，而这一次标准版你是加入40瓦的无线快充，5小时续航测试大家可以看图参考。支持了 NFC 红外 IP6869的防尘防水，那充电口呢也没有阉割啊，直接上 USB 3.2。总结一下，vivo X300应该算是目前手机大小、性能配置、使用体验这3方面最均衡的一台手机了。那基本补齐了之前 X200 mini 上面所有短板的问题，同时呢，甚至它加入了很多之前 Ultra 和 Pro 上面的功能，算是目前小屏手机中把手感、配置以及使用场景都得到了考虑。那以上呢就是关于 vivo X300的一个标准版的体验了，希望本期视频呢能对关注这台产品的有所帮助。我是大龙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